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， 我是 Olivia OO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做这个牛仔拼布包包的过程。我拿了3件不同深浅的牛仔裤，把它们2只裤管在最下面的30公分剪裁下来，然后分别把它们剪裁成10公分宽以上的不同大小的布块。接着就可以开始做拼图拼接了。我发现我刚开始的策略是错的，后来觉得应该是要先做完，不管是直条还是横条，先做完1条之后，固定它的长度，然后再来做直条的拼接。我希望我的包包大概是40公分深，所以在拼接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数字为基准。再加上2-3公分的缝缝，还有一点点出错的可能，所以取45公分。拼接的时候，不管2块、3块还是4块以上，只要拼接出来的成果的长度是45公分以上就可以了。在拼接这一个拼布条的时候，可以1对1，当然也可以1对多，可以拿比较宽、比较高的布块来做1对多的拼接。然后就可以把它们缝在一起，然后收边。为了等一下方便把拼布条拼接在一起，所以我把没有切齐的边全部切齐。我接着把这个拼布条分成3堆，分别是2块拼接、3块拼接跟多块拼接。接着就按照你想要的这个拼布的设计、色块的配置来拼接这个拼布条，把它们的长边对齐之后缝在一起，然后收边。不断重复相同的步骤，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拼布条变成一个超级大的拼布块。完成之后，我烫了1层布衬在布料的背面，也在一些边上缝上一些装饰性的缝线。这个包包的底座，我希望它2个角是圆的，然后有一些厚度，所以我在其中一边把我想要这个形状剪下来之后，拿剪下来的部分去剪裁另外一边，让它就是完全可以对称。总之呢，这里你就可以剪裁出你想要的包包的大小跟形状。你可以这时候在包包上面缝上你的标签，你也可以烫上一些刺绣的图案。考虑好包包想要的高度，放在你要的位置。这里我用之字形把我想要的刺绣缝上去。包包的上缘我想要做一些弧线的设计，不管你的上缘这边怎么设计，就记得留1公分到1.5公分的缝缝。重复刚刚设计出来的模板，你要剪裁出一模一样的内衬。接下来我们要做背带，背带的宽度含缝缝是7.5公分宽，长度就看你的个人喜好跟你的身高而定。我的身高是163公分，我的背带这里设计是71.5含缝缝，所以因为前后要各1块，所以总共是143公分长的背带。在结合背带长的时候，可以用90度的摆放，然后缝在45度角的地方来做结合。结合完之后，再把多余的缝缝剪掉。我在背带的布料背面烫上了布衬，这样会让它比较硬挺。布衬的宽度是左右两边没有含缝缝，所以是4.5公分宽。我把它正面对正面缝在长边之后，发现它很难反翻，因为太稳固了。
所以最后把其中一边拆掉之后，直接反翻到正面，然后把缝缝藏在里面，直接缝在这个边上。包包的下摆是圆弧状的，所以如果要做出一个宽度的厚度的设计的话，就必须在两侧再剪裁出一个小小的很像腰绳的东西，以下摆2个角度开始转弯的地方作为基准点，然后让它们对折在一起之后做一个绳道。我的绳道大概是 1.5 公分宽，8公分长。相同的步骤，在内侧有4个像这样子的绳道，在外部也有4个像这样子的绳道。绳道完成之后，就可以分别把外部的布料正面对上正面，把它们的边缝合在一起。内侧也是一样，但是我们要在底部留一个10公分不缝。遇到绳道的时候，会发现布料非常的厚，你可以把绳道的缝缝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分开来，平均分散它的厚度。接下来就可以把所有部件缝合在一起。内侧刚刚留的10公分宽，就是等一下要由里往外翻的地方。不管你怎么放，总之就是把背带的正面对上布料外部的正面，然后置中在它的侧边的缝线。稍微固定两侧的背带的地方之后，再把内侧跟它们正面对正面再放在一起。所以现在背带的正面跟内侧的正面都是朝向外部的正面。沿着上缘缝1圈平针。完成之后，我们在所有有弧线的地方都剪一些小缺口，让它等一下在往外翻之后会比较平整。接着就从内侧底部留的这个10公分，把所有的布料由里往外翻，最后再把内侧这个10公分的开口缝合在一起。最后，为了让它在上缘部分比较平整，我又在边缘缝了一条平针。缝完之后，这个包包就做完喽。希望你喜欢今天这集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给这一集按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